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冬天我最喜欢吃锅物了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道鲑鱼的料理。这道料理有肉有菜，一锅到底，做法非常简单，而且意外的好吃哦。剩下的鱼骨也可以来做一道简单的鲑鱼味噌汤。准备一份鲑鱼，这片大概有450克左右。轮切的鲑鱼中间有一排鱼骨，你可以从骨头旁边切开，把鱼骨去除掉。这样在吃的时候呢，就不会觉得卡卡的了。鲑鱼侧面的鱼骨我先不去除掉，因为去除掉之后，整份鲑鱼下去煎，鲑鱼比较容易断掉，这样就不漂亮了。切下来的鱼骨不要丢掉，这个可以拿来煮鲑鱼味噌汤哦。现在鲑鱼肉里面还有一些大刺，你可以用这种拔毛的夹子来夹，轻轻的拉扯一下就可以拔出来了。用手触摸一下鲑鱼的两面，是不是还有鱼刺？要把它们通通的去除掉哦。把处理好的鲑鱼放到托盘，用一点盐、白胡椒粉去除一下鲑鱼的腥味。像这样用手抹一抹，两面都要涂抹均匀。把鲑鱼放到保鲜盒里面，淋上一点清酒，涂抹在鲑鱼上，用一点酒腌制一下，可以帮助鲑鱼去腥增鲜。两面都稍微按摩一下，均匀的沾到清酒。这边的鱼骨也用一点酒腌制一下。现在把鲑鱼真空起来，放冰箱静置。准备大约半颗的高丽菜。选择高丽菜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先拿在手上感觉一下重量，然后拍打一下高丽菜，听起来有点空心的感觉。梗心的部分看起来新鲜，梗像这样有3个正正的，这样的高丽菜通常都会蛮好吃的哦。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表面的样子。如果你是买半颗的高丽菜，就要选像这样的，里面的高丽菜叶一层一层，不会过分挤压在一起。先把中间高丽菜心去掉，然后再拿去清洗干净。清洗好了之后，再来去除掉高丽菜的梗。高丽菜的梗如果不先去除掉的话，吃的时候就会感觉硬硬的，影响口感。把高丽菜梗切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高丽菜叶可以用切的，也可以用手撕一撕，随你高兴。红萝卜刨掉外皮，然后像这样轮切成一片一片的，接着对切，这样就可以切出半圆形的红萝卜了。洋葱先对切开来，把梗的部分去除掉。然后中间下刀，左右两边各分成4等份，也就是切成1/8的上弦月。准备一盒喜欢的菇类，去除掉蒂，把它们通通的分开来，弄散。今天准备的酱料比例我列在上面，有需要的人请自行截图。味噌的部分呢，我使用的是红味噌跟白味噌。白味噌比较甜一点，两者混合在一起的话，比较不会死咸。这是味淋，如果你买的味淋有含糖，就不要再加糖了。清酒2大匙，糖大概5克。把这些调味料通通的混合在一起。不喜欢有蒜味的人，蒜泥可以不要加。搅拌搅拌，混合均匀。准备好了之后，就可以来洗米煮饭了。把浸泡好的米沥干水分，放到铸铁锅里面来，加入等量的水，开中火煮滚。铸铁锅煮饭的方法之前分享过很多次，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看一下。等待的时候可以来煮鲑鱼味噌汤，锅子里加入适量的水。我
我冰箱刚好有一些番茄，放进来熬一下汤底。接着把鲑鱼骨也放进来，然后放一包昆布小鱼高汤包一起熬煮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汤底可以加入一点味淋、一点酱油调味。滚了之后捞掉浮沫，像这样就可以转小火慢慢的炖煮了。我冰箱刚好有一些蔬菜要消耗掉，来做一道简单的桌边小菜。锅子热一下，把豆芽菜放进来，一点盐，一点胡椒粉，翻炒一下，接着放入龙须菜，轻轻的翻炒均匀，再来一点盐跟综合胡椒调味，简简单单就完成啦。豆芽菜不管跟什么菜搭配在一起都还蛮好吃的。现在鲑鱼已经腌制好了，把鲑鱼拿出来，用厨房纸巾吸干表面水分，这样等一下煎鲑鱼的时候才不会喷得到处都是哦。这边开中火加热1分半，等锅子热了之后再把鲑鱼放进来煎。火转小一点点，这面呢大概让它煎3分钟左右。煎鲑鱼的时间要依照鲑鱼的厚度来判断。一面煎好了之后，翻面再煎，另外一面大概煎2分钟左右。超市的鲑鱼片2面大概各煎1分钟就可以了，煎到2面金黄色就差不多了。现在呢，把鲑鱼暂时取出来，像这样熟度大概是9分熟，先放着静置一下。因为我家有4个人，所以我准备4片鲑鱼，这样才不会吵架。把锅子里的油用厨房纸巾吸掉大部分，保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。开中火加热，接着放入10克的奶油，直到奶油融化起泡，就可以把蔬菜统统的放进来了。高丽菜梗、洋葱、红萝卜，轻轻的拌炒均匀。像这样大概有沾到油脂就可以了。来一点综合胡椒调味，继续的翻炒出香气。接着把所有的菇都放进来拌炒，大概炒到菇表面有焦香上色的样子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最后放上高丽菜叶。高丽菜蓬蓬的不好炒，没有关系，盖子盖起来，焖30到40秒。好了，时间到，开盖。这时候高丽菜稍微软化就很好炒了，把底部的蔬菜翻上来，翻炒均匀。哇，现在这些蔬菜看起来都好好吃哦，好想偷吃一口。我们把所有的酱料都倒进来。稍微翻拌一下，让蔬菜都沾到酱汁。其实这道菜呢，就算不加鲑鱼也很好吃哦。现在呢，我们把鲑鱼轻轻地摆上来，放在蔬菜上，像这样摆得美美的，煎得金黄酥脆的鲑鱼，看了食欲都来了。现在把盖子盖起来，用中小火让它焖5分钟。时间到，开盖。哇，好香哦！蔬菜焖煮的时间可以依照喜欢的口感而定，像这样鲑鱼的风味都渗透到蔬菜里了。另外一边的汤也煮好了，把味噌放到汤里面搅拌搅拌，最后放入喜欢的蔬菜就完成喽。这个时候呢，切一点葱花装饰一下。你可以这样整锅端上桌，咕噜咕噜的，一点葱花装饰一下。像这样美味又简单的北海道鲑鱼呛呛烧就完成啦！冬天我最喜欢吃这样的料理了。现在饭也焖好了，可以开饭喽。送一下饭，把热热的饭端上来，放上桌边小菜。接着把鲑鱼摆上来，锅底的蔬菜已经炖煮得入味了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锅子里炖煮咕噜咕噜的声音，让人肚子不禁饿了起来。把这个炖煮的汤汁淋一点在饭上，哇，
还有剩下的鱼骨做的鲑鱼味噌汤。你可以在鲑鱼上面加一点有盐奶油，不过我喜欢加胡椒粉。好啦，我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的在唱空城计了，那我要开动喽。我喜欢鲑鱼肚这里先吃，油脂最多，软软的，入口即化。还有用这个味噌炖煮的蔬菜，意外的好吃，不知不觉一口接一口。我女儿牙齿不好，特别喜欢吃这样软软的蔬菜，在饭上淋一点汤汁，是我的最爱。还有这个我随意炒的小菜，吃起来非常的爽口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哦。利用剩下来的鱼骨煮味噌汤也非常好喝，汤底我加入一些番茄一起熬煮，可以熬出自然的鲜甜滋味。味噌汤没有特定的做法跟材料，是我最喜欢的烹调方式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